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2年年底结束之前，你们的感情线会有怎样的波动？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个雷曼诺神谕卡，这张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棺木啊，一个即将要合上的棺木。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年底之前其实是不打算谈恋爱的，有一种封心所爱的感觉啊。我觉得这张宝剑3也可以看到啊，你们在感情当中曾经经历过一些狠狠的挫败，可能会怀念曾经赴汤蹈火的自己啊，但是在经历过了那些挫败以后，很难再去那样了。你们曾经在爱的路口反复的徘徊，其实会有一种我明白爱的人不爱我，但是还是希望能出现奇迹的这种想法。当你们错过了某个人以后，可能自己就不太想恋爱了。我觉得这组牌呈现出来的一个感觉，就是在你们的内心当中，你们有一点不允许自己去谈恋爱的这种感觉。你们会用这种很极端的方式把自己封闭起来啊，即使你们愿意接触，可能也只是浅尝辄止的那种，很快会把自己的手缩回来。所以说第二张牌 choices，它本身就是这张牌本身它就是一个迷宫啊，你们会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非常的心累，就像一个迷宫一样，你们不仅猜不透对方，甚至你们有时候也搞不懂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说在感情里边，你们有时候找不到路，可能还会把自己绕进去啊。我觉得这组牌从这2张牌来看的话，如果你们在年底之前要恋爱，或者说感情线会波动的话，那么这个人不太可能会是一个新人，他一定是一个旧人，他一定是过去和你们有过某种共同的经历，能够让你们和他建立这种联系。如果说新人的话，我觉得你们内心有一点封闭啊，你们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再去接触和了解，或者说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了。所以说这个 Lilith 啊，百合花，它对应的是一种很干净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年底之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来自于过去，他的整个的气场气质非常的干净儒雅，会让你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那么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很了解他，他也很了解你们，你们彼此是知根知底的。而且呢，这个圣杯6啊，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带给你们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能够让你们回到一种很简单的状态里边，就是2个人都变成小孩子，可能会去做一些很幼稚的游戏，完成一些儿时的愿望和梦想啊。这个人他和你们有一点青梅竹马的这种感觉，或者说你们2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有着很深厚的信任的基础和共同的经历。如果说这个人他是一个男生的话，结合这组牌来看啊，他们可能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整个人非常的规律，是那种很儒雅的，很斯文的，可能还会戴一个眼镜啊，这种类型。而且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工作应该不需要他们去处理那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啊，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人的工作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公务员、科研工作者、老师，就是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属性呢，不需要他们去刻意的应酬和社交，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气质也很干净。而且这个太阳牌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话，你们的这种感情啊，太阳代表的是在年底因为一个机会啊，你联系到彼此以后会迅速的升温，因为太阳牌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炙热的感情，会迅速的发展啊。太阳呢，它呈现出来这张太阳牌呢，它其实它的这种内核和特质啊，虽然说很温暖，但是它一点都不耀眼。我觉得也是这个人他的这种性格吧，就是他的条件会很好，但是他又很谦逊，不会恃才傲物。我觉得这个人他给到你们的这种感觉也像这个太阳一样，非常的温暖。或者说你们在看到他，或者说拥抱他，跟他接触的时候，他会给到你们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没有什么比紧握的手、温暖的拥抱更让人心动了。所以我觉得太阳牌呢，对方他们吸引到你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的坦率和真诚啊，不做作，是你们他会让你们感觉他是一个活在阳光下的人，没有什么秘密，他们会把
自己全都展示给你们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宝剑侍卫的话呢，如果说这段关系在年底之前有所突破的话，可能说你们要勇敢一点吧。就是说这段关系它其实它就像隔了一层窗户纸一样，很轻易的就能够捅破，关键看谁更勇敢。所以说宝剑呢，它有一点迎难而上的意味在里边啊，说明你们两个人虽然说有信任基础啊，但是呢，有可能是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啊，他和你们不在一个地方，你们两个人是异地的，不经常见面。就总而言之，这种关系想要发展和突破，需要克服一些阻碍。那在年底之前呢，要么你们就不会恋爱，要么就是会有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而且这个人呢，你们两个人之前可能一直都在错过，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在一起，但是呢，年底之前还会有一个对话出现啊。这张星币9呢，我觉得这个星币9它就代表的是你们如果说在年底之前要发展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既像恋人又像朋友吧，很舒适，不说话也不会尴尬，两个人忙完以后就会主动联系对方，事事有着落，没有太多的承诺，但是件件事又能够给出回应啊。所以说这个人能够包容你们的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因为你们会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是有点刀子嘴豆腐心吧，有的时候说的话会伤人，但是他是一个很宽容很温柔的人，所以说这是一段很舒适的感情啊，它是基于友谊之上的一种感情。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其实真正需要的是那种感情里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你们要的是在激情褪去后，能否还有依赖感，愿不愿意陪伴彼此。所以说，我觉得与其说你们是在找人生伴侣，不如说你们是在找一个家人，能够一起生活在一起的人，能够彼此陪伴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一定是来自于过去你们曾经认识的某个人，有过交集的一个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女祭司，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当中呢，属于是那种外冷内热的类型啊，就是感情里边其实你们是有点慢热的，对于开启一段关系非常的谨慎。权杖2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是一个观望者吧，总是在观望，总是在犹豫，害怕过分的投入，所以你们是不会轻易的恋爱的，但是一旦谈恋爱可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你们拥有远超于同龄人的这种智慧和成熟啊，你们在内心当中想要寻找怎样的伴侣，其实是有着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和要求的。所以说这个女祭司呢，我觉得你们是那种乍一看有点高冷，但是实际接触以后，你们就是别人会发现你们其实非常的有亲和力。而且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这种慢热呢，就是说假如你们对对方的喜欢有10分的话，那你们只会表现出来3分。所以说感情里边其实你们相对来说是有一点被动的。但是女祭司，我觉得你们可能内心深处是有一点缺乏安全感的，你们为了保护自己会屏蔽掉很多的人。女祭司这张牌就是你们会被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所吸引，你们只会对这一种类型的人主动。所以说这组牌呢，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3啊，你们会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里边，一个学术的交流啊、讨论啊、会议啊，这个工作上面啊，或者说商业合作，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场合里边，可能会遇到那个能够令你们感到心动的人。而且这个人的话呢，他是这种土象特质和风象特质的结合，他们的这个太阳星座应该是土象啊，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因为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8呢，对方呢，他是一个极度勤奋且自律的人。如果说这张牌是你们见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的话，就是说你们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是在非常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的啊，你们会被他们的这种非常认真努力的工作的状态所吸引。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这种理想型是更偏向于那种有事业心的、有规划的、有想法的、很勤奋的那一类人所吸引。
而且土象特质呢，就是土象特质的桃花，它通常来说会给到你们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是那种海誓山盟的承诺，它更像是在彼此接触和相处的一点一滴的过程里边，共同构筑起来的这种信任和未来。而且这个人呢，他可能不是很善于表达，整个人是比较内敛的，甚至是有一点害羞的。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啊，并且这张宝剑五啊，他们的这种风象特质呢，其实会让他们自身内在啊是一个非常内敛的思考者，他们很有思想，很有深度，很有内涵。可能他们平常的爱好就是看书啊、阅读啊，整个人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很安静的。我觉得这组牌的话，你看这3张牌呢，它都是有一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的。说明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或者说他们有自己所热爱的一些东西啊，他们是很专注、很纯粹的。所以这种关系它不会有那么多的套路吧？我觉得，他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呢是有一点傻傻的，但是很真诚。而且呢，星币的话，我觉得这张星币一啊，就是说这段关系它是不需要去猜来猜去的，因为真诚本身就是必杀技。星币本身就代表的是一种很坦诚的去沟通和交流，没有那么多的花言巧语。而且本身呢，他们的这种土象特质啊，一般来说土象特质的人都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这种好运更多的是金钱方面的财运。星币一它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就是它的出现会让你们自身的财务状况有一个很大的好转，这个人的出现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而且这个人他会在年底之前和你们建立一种联系，你们可能会和这个人在事业上面、商业上面有一个合作啊，强强联合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可以当成是你们判断一个人、一个伴侣他合不合适的标准。就是如果你们和一个人在一起，你们的自身变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富有，精神上也变得越来越充沛，那么这个人他一定是能够滋养到你们的人。那这个人大概率是一个对的人。但是呢，如果你们和一个人在一起啊，你们不断的在投入，不断的花钱投入的一些感情和金钱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反而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不断的在消耗你们，那么这个人他大概率就是一个错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我觉得抽到第3组牌的你们是非常非常清楚你们想要什么的，因为这组牌你们应该是在当下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比你们感情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对应一部分人要考研，或者说要上岸，公务员、事业编制等等等等。所以这组牌的你们呢，其实我觉得你们是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你们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你们很清楚当下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皇呢，你们如果是女皇的话，你们自身的条件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你们随时想脱单就可以脱单啊。女皇她在感情里边其实是一个主导者，你们从小到大应该是不缺桃花的，并且是受到追捧的那个角色。因为女皇呢，她天生就是主角，所以这组牌我觉得你们没有那么着急去脱单啊。你们的这种感情线，它要不要波动，什么时候波动，完全是掌控在你们自己的手上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信仰的这种人生信条是先努力优秀，再大方拥有。就是你们可能坚信的一点，就是在爱情之外拥有多少，决定了你们能够拥有多少爱情。我觉得这组牌你们还是基于自身，你们会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投资自己身上，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而且这个权杖女皇的话，我看到的是你们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晰的目标的。而且呢，这个宝剑骑士啊，也对应的是你们在2022年结束之前会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并且呢，权杖女皇这张牌啊，因为权杖本身它就是一种有主导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吧，
就是你们在感情里边，我觉得也是比较强势的。这种强势不是说那种有攻击性的强势，而是说你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不会轻易的妥协，因为你们有着自己的标准啊，你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很清楚自己要怎么做，无论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其实你们都很清醒啊，活得很通透。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女皇啊，你们是有这种土象特质啊，就是一种埋头肯干的精神在里边的。而且你们秉承的信念就是，当你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的时候，那对的人一定会沿着你们留下的轨迹来找到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其实最好的爱情只有一个样子，那就是全力满足自己的快乐，而对方恰好出现在让你们自己快乐的每一条道路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恰好，不需要做任何刻意的努力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践行的一个理念就是爱自己啊，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你们完全是取悦自己的一种心态。所以说我觉得女皇并不是你们不想谈恋爱吧，这个女皇她其实也对应的是你们现在身边出现的这些桃花可能都不是你们喜欢的啊，烂桃花偏多一点。而且你们会感觉在你们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啊，因为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所以说这个宝剑呢，我觉得也是宝剑骑士啊，你们如果要去解决当下那个最重要的挑战的话，就必须要求你们从感情里边抽离出来，防止自己被影响，因为你们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你们要做什么就会全心全意的去做啊，全力以赴的去做，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你们的人生发展上面。所以我觉得星币9这张牌，你们也是有着一个很稀缺的能力吧，就是非常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时候的状态，或者说你们天生就很擅长独处，你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的找到一种方式让自己开心。而且死神牌我觉得就是它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抽刀断情欲的感觉，一旦你们能够把自己从感情里边抽离出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到你们，甚至是伤害到你们。所以我觉得这组牌呢，你们在2022年结束之前啊，它是由你们自己主观意志去决定你们会不会在短期内开启一段关系的。因为你们现在觉得时机未到，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你们的心智是很成熟的。这种成熟呢，它不是说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逐渐的变得挑剔的过程，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不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回归到简单的生活里边。所以这组牌，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不缺爱的，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是很从容、很淡定的。你们就像一只站在树上的鸟，你们从来不害怕树枝突然折断，因为你们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所以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在年底之前，你们在学业和事业上一定是会有一个大突破的啊。对应一部分人，你们长时间的为了某个目标而聚焦的能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娱乐，放弃无效的社交，放弃无意义的消费，以及那些快餐式的爱情。虽然说感情线上面啊，在年底之前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是呢，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面，你们可以拿到你们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 offer、录取通知书，或者说一部分人对应的有要去考一个编制啊、公务员等等啊，你们会上岸啊，考取到一个稳定的国家编制的工作，这都是对于你们自身的一种回馈吧。因为你们就是在聚焦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你们知道你们当下的自己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这个过程，你们就像在爬山一样，不断的往更高处走去啊。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看到的风景会越来越好，你们遇到的人也会越来越优秀啊。对于你们来说，所有真实的快乐，它一定是恒久的努力啊。你们不会急迫的去寻求某个结果，因为高级的快乐来自于延迟满足，让过程成为目的啊。你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享受过程本身。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